为啥轰六能在中国空军中服役那么久呢？轰20服役后会取代轰六吗？轰六是否在未来依然有可升级的空间呢？作为中国军事装备的元老级存在，轰六对于中国人而言绝对是非常特殊的存在。在当年国家积贫积弱，面对苏联钢铁洪流威慑的时候，中国人靠轰六来回敬。如今中国富强起来，美国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挑衅的时候，中国人依旧靠轰六来回敬。在中国军迷圈就有这么一个段子，说有一年解放军空军受邀前往俄罗斯进行联合军用，而一名苏联时代的老兵在参观解放军空军的时候向解放军提问：你们已经不用图16了吧？而此时现场气氛陷入到无比尴尬之中。据获悉，这位苏联老兵叫安德烈维奇，他于1924年出生，并在二战中加入苏联的空军部队。1959年，中国派遣了一批空军飞行员前往苏联梁赞州远程航空兵学校学习，而安德烈维奇便是学院中图16轰炸机的通讯教官。1959年，中国拿到了苏联图16的生产技术图纸，尽管此时图16已经服役了4年，尽管此时美国的 XB-70轰炸机也已经首飞4年，尽管苏联人认为图16的技术已经落后了，但对于中国来说依旧如获至宝。而对于当时的军事水平羸弱的中国来说，自然无法与疯狂攀科技的美苏相提并论。直到1968年，第一架仿制图16的轰6轰炸机才完成首飞，而2年前，图16轰炸机已经开始在苏联空军中退役，并逐步对图22和图22M 所取代。70年代，大国之间正经历一场军事技术的革命。由于雷达与远超防空导弹技术的发展，此前被认为万能的高空高速飞机，其生存几率大幅度下降。此时，美国人开始向低可探测性以及低空突防方向探索，并最终研制出 B-1B 轰炸机。然而，这和中国没什么关系。1981年，轰6的改进型轰 6D 首飞。与原型机相比，轰 6D 基本上只是简单的加装了 C601、C801 等反舰导弹，基本性能与原版大差不差。在美苏都对轰炸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之际，中国人想的却是轰6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。80年代末，美国的 B-2 隐身轰炸机横空出世，具备高度隐身属性的 B-2，就算放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依旧不可思议的如同外星科技。美国凭借着 B-52、B-1B 与 B-2 轰炸机组成轰炸机3剑客，至今余威还在。而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则依靠图160搭档图95，保持着恐怖的核威慑。不过，此时轰6还在涡扇发动机那儿捣鼓。70年代，中国引进斯贝发动机，直到1999年才完成国产化。总之，缺钱缺技术，让中国轰炸机在21世纪之前与世界主流无缘。进入新世纪后，中国航空制造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。轰6还是那个轰6。但内部的子系统经过数次大改，已经基本与原版没什么关系了，可以说是旧瓶装新酒。2016年9月，时任中国空军司令员马晓天披露，中国正在发展新一代远程轰炸机，而后经过官方多次暗示，轰20隐身轰炸机进入到人们的视野。作为比肩 B-2 的新一代隐身轰炸机，即使轰20还未现真身，但依旧是舆论的焦点。至于轰6系列，除了每次日常训练与巡视海域的时候会亮相一下，关于其未来发展的问题已经很少有人去讨论了。有不少人认为，等将来轰20问世，轰6就可以告别半个多世纪的服役期，正式退休了。但是轰6真的会因轰20的问世而退居幕后吗？实际上，在今天，轰6在推出轰 6K、轰 6N 系列后，依旧有着很大的升级空间。可以说，轰6还能再战30年，要谈退休尚早。难道70年前设计的亚音速轰炸机真不会过时？实际上，中国军事发展别看这些年突飞猛进，但从过去到现在都秉持着一个原则，那就是务实。这一点在轰6上最好体现。21世纪之前，轰6被大量改装并服役，可以说是条件限定下的最优解。而进入到新世纪后，中国海军发展方向从近海防御逐渐转到区域拒止，也就是在整个第一岛链内能对美军形成威慑，使得美军不敢在亚太贸然发动战争。而此时，轰6的作用才被真正的挖掘出来。2003年，最新改进的轰 6K 问世，尽管它的本体还是轰6，但解放军却将其冠以战神之名，足以见得对其的重视。轰 6K 换装俄罗斯 D30KP2 涡扇发动机，使得油耗大大降低，同时加大了机内的载油量。而这一改变就是决定轰 6K 的航程大大增加。
据获悉，轰 6K 的最大内油航程增加到了9000公里，最大作战半径提升到了4000公里，配合常见时空射巡航导弹的2000公里的射程，轰 6K 具备第一岛链内火力覆盖能力。而配合空中加油的话，甚至可以将打击能力延伸至第二岛链的关岛上。可以说，在中国的东风 21D 与东风26还未问世之前，轰 6K 是解放军对付美军航母最有力的武器。2015年之后，由于南海仲裁事件爆发，中美在南海冲突加剧，尤其是在16年南海危机中，中美军事对抗达到了新的高度。而这一时期，轰 6K 频繁在电视中亮相，尤其是巡航南海的照片引起了诸多关注。2019年，轰 6N 亮相，相比较轰 6K， 轰 6N 的机头前加装受油管，并且拥有了更强大的挂载能力。据获悉，轰 6N 具备挂载攻击111高速无人机与机载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，而这一改变很可能也是为未来的改进型做准备。是的，轰6还能继续升级。美国军事网站分析，包括轰 6K 与轰 6N 能挂载4枚鹰击12反舰导弹以及2个电子对抗吊舱，或者外挂2枚空地20巡航导弹以及2枚空地63大型空地导弹，这样的火力配置其实相当的可观。同时也能看出，相比较隐身轰炸机主打的突防能力，轰6的改进型将会向多种打击能力与区域外打击能力迈进，并且加装激光武器、电磁武器等新型设备。另外，轰6因为不能隐身，反倒是一个优势。除了可以不用顾忌尽情外挂更多设备，不用隐身也就意味着其在非战时威慑力会更强。相比较陆基导弹与核潜艇，战略轰炸机有一个很大的优势，就是能去特定的地点展示威慑能力。像美国与俄罗斯就经常派战略轰炸机到对方领空附近转悠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而这个之后，你派轰20这样的战略轰炸机就肯定不合适了。毕竟你派隐身飞机去威慑对手，对手探测到了，你的隐身能力就被打脸，对方没探测到，你的威慑也没有意义。就像美军也只会派 B52 或者 B1B 来威慑对手，而不是派 B2。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成本考虑。军费多如美军，也没有造多少 B2 轰炸机，毕竟单价高达23亿美元的 B2 完全就是个吸金巨兽。不仅如此，这种飞机维护起来同样需要巨额资金。2012年，五角大楼决定对剩余19架 B2 进行航空电子设备和装备程序更新，这一项花费就高达200亿，这个钱足够造2艘核动力航母了。这也是美军如今要着手开发低成本的 B21 轰炸机的原因。同样的，轰20轰炸机可以预见的是，造价绝对不会便宜。轰20这样的装备必须得有，但肯定不能全部取代轰6，不然这成本高得吓人。轰20并不能完全填补轰6的空白，加上轰6依旧有着升级空间，既然好用，没有道理不继续用。